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标语。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了。相信很多喜欢车人呢，心中都会有一辆 Dream Car 梦想车。那我身隔壁这一辆 F82 BMW M4， 应该都是大多数男人的一个梦想车之一。如果不是 M4、M2、M3， 在我车后面这辆确确实实是一个真正的 F82 BMW M4。本期视频是非常感谢车主 Alex 啦，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压力，因为我们驾这种普通的车还好，驾这种贵的车的话，尤其是你看那个front lip 哦，是一个 carbon fiber 的，又这么漂亮，等下开到的话又不好咯。那个 rim 的话20寸，对一下这个 BBS rim 30多钱呢，不是开玩笑的，有一点压力哈。我们先去看看这辆车，等下带来试驾。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啦。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话不多说 ，Let's go。那如果你看到 BMW 呢，后面有写的 M Sport 呢，其实不是 M 啦，真正的 M 就是在我前面这一个 M Sport 呢是套件，就好像 AMG Line 不是 AMG，Toyota 呢就是 GR Sport 的套件。那如果是 M 的话呢，就是在4系列里面的一个天花板，就好像在我前面这一辆。那你怎么看它是比普通4系列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看到它的旁边会比较 wide 一点的，尤其是在屁股那一部分的话是非常明显。你从后面一看，它的整个车身都会比较宽阔一点的，那个是普通车很难改出来的啦。真正的 M4 的引擎盖呢，这边凸出来一块的薄感呢，就是长得这样子的。那很多普通的4系列、3系列啊，都会去改，可是就很明显，那它没有这么宽大嘛。那这辆车呢，是一个2017年的 BMW M4 Competition Package， 它有分为几个等级的，普通 M4 啦、GTS 啦，还有一个 Competition Package。那你想知道这辆车的二手价钱大概多少钱呢？你可以打开一些网站啊去看。那如果搜索了 M4 的话，第一个会出来这个 Great Wall M4， 不是这个，我们 skip 一下。这个是普通版的，大概要250千左右。这个前脸这样子的屁股，它大概是 G82 的 BMW M4， 这个比较新款的啦，4驱的。我们前面这辆是一个后驱版的。如果你看到长得这样子的呢，它是一个 GTS， 哇，700多钱呢。那如果是 Competition Package 呢，像我前面这一辆呢，它原装的轮圈是长得这样星星的20寸，这辆车以前就是长得这样的，可是车主就换了一个20寸的 BBS， 这个是一个 BBS 的 FIR 20寸的 Forged Rim 轮圈，不知道车主怎么加啦，比如上次我加20寸好像比较辛苦啦，很轻的一个轮圈来的，原装的，新的都要30多钱。前面为 9.5 节节 8.2 kg， 后面 10.5 节节 8.7 kg， 所以是一个20寸来讲8点多公斤是非常的轻啊。4条轮胎都是配搭着 Michelin PS4S 265 30ZR20。前面的卡钳你会看到换过了的，因为原厂的刹车片很小，就好像怎么都刹不住，所以车主就换上了一个来自 M5 的前6后4的刹车卡钳。如果在 BMW M 里面呢，你会看到金色的卡钳呢，它是配搭这一个 Carbon Ceramic 的刹车通风贴。所以在我前面呢，这一个是配搭这个410mm 的刹车通风贴，它不像我们普通的刹车碟这样，如果你去下赛道啊、过热什么，它会歪掉。但是这个 Carbon Ceramic 它不会，它真的是非常耐用的一个。如果你看到还有好像裂痕啊，这个是正常的，Carbon Ceramic 都是这样，原装的避震器1根半手指的高度。如果是这辆 M4 Competition Package 呢，你会看到很多都是 Piano Black 的，比如说前面这个面罩，然后旁边这个地方 Piano Black 的 Piano Black， 后面这个 M4 的标签呢也是黑色的，但是很多车主啊去 wrap 掉它啦，可以在 Shopee 买那种什么 M4 Competition Package， 那是 Aftermarket 的。后面方面呢，大概塞得进1根手指啦，也是 PS4S 的轮胎，那后面就不一样了，因为这辆车是一个后驱车，所以它配搭着285 30ZR 20寸 Fit
fit 啊，我跟你说，前面跟后面看起来都非常的好。后面有4活塞刹车卡钳，配搭这个380mm 的刹车通风碟。单单后面的盘呢，比我们一般的车的前面来的大很多。然后还有一些 carbon 的 lips 啊，代号 F80是 M3，F82是 M4。如果是 F83呢，它是开篷版的，它叫 convertible 的一个 M4。我们来看一下尾箱空间。哦，没有 automatic 的，没有 electronic， 那后面的尾箱就很大。其实它就跟一般普通的4 Series 啊差不多的，跟你说。你讲这辆车 practical 吗？不 practical， 因为它是2个门，没有备胎。OK。很明显，后面这边是不是比较宽体了一点的？车主说这个是原装的排气管啊，声音没有很大声。这个颜色是 wrap 出来的，原装的颜色是一个灰色。这辆车的避震器呢是用着 Built-Line 的 B16 Damtronic Suspension， 也就是说它跟着你的驾驶模式来调整它的硬软，前面比较高一点点，后面比较低一点点。只要是 Competition Package 的椅子呢，这里会有洞的。所以如果要到后面去的话呢，掰一掰啊，这里还可以调去前面，没有讲很难啊。哇，后面很大哦。看到吗？还可以调它椅子去前后，身高173，前面已经调整成差不多我的驾驶座位了，大概剩下1个拳头，头部空间大概剩下2根手指。你今天驾86或者是 CRZ， 真的 so sorry， 后面要载人都没有办法。哦，看到这里有一个洞，相信它有座椅通风，前后都有。座椅的颜色应该在外国是选配的啦，你可以选红色、橙色，或者是像这种米色的。有喇叭，没有什么压迫感，而且还可以看得非常好看。我最喜欢的方向盘还有它仪表，像这种车那也是坐后面的，真的，我们是做 driver 的嘛，是不是？后面还有冷气出风口哦。车头灯换上了一个 BMW facelift 的啦，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 adaptive 的 headlight LED 的啦，所以很好看。我喜欢这个。打开引擎盖看一下，哇 ，carbon fiber。原装会有给的，很漂亮，是不是这个吧？正负引擎的代号为 S55B30的一副3.0公升的直列6缸双涡轮增压的引擎。它讲 Twin Turbo 啦啊，普通的 BMW 我们加的那个叫 Twin Scroll Turbo，Twin Scroll 就是双涡流，双涡流跟双涡轮 Twin Scroll Turbo、Twin Turbo 不一样东西来的哈。普通的 M4 原厂为431 PS， 还有550个牛顿米的 torque， 最高扭力在1850转开始到5500转左右。如果是 M4 Competition 呢 Package， 它会增加一个19匹马力左右，0到100 4.1秒 ，M4 Competition 呢就是大概4秒，就快了0.1秒左右。坦白说，你开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分别。我觉得是在尾力方面，可能在高转的时候，你们才大概可以察觉到它的不同。配搭着7速的双离合的变速箱，那可是叫 G82， 也就是说新款那个大鼻孔那个呢，它就配搭一个8速的是在 FAT 了的，不再是双离合了。车重为1600公斤，但是也没有改装什么东西了的，就换了一个 BMC 的 Drop-in Air Filter， 然后就换了一个 Stage 1的 Map， 这个 Mapping 是叫 BM3 啦 ，Copy Paste 过来的。然后去做了一次 Dyno， 在 JC Racing 那边，数据为423匹马力，还有591个道。这辆车有无钥匙进入，肯定也有无钥匙启动啦。然后它的钥匙呢，就换上了一个壳，其实跟普通的 F Series 的 BMW 是一样的。还有 Auto Start Stop， 哇，声音真的是一流哦，这是什么声音？哇！原装哦，这个是 M1 Mode 1啊 ，M2 哇，转速表出来哦，在那个 Head Up Display。哦，我跟你讲，那个 Mode 2的话，声音又不一样去哦。这里还有的调你的方向盘要什么 Mode， 这里就是它的档挂，过来就是 D， 再过来就是 S， 这里就是调它的换挡速度。你看，这是现在是最快的，然后就是 N， 然后 R， 传统手刹。就普通的 F Series 的内饰转速表跟它的时速表是我非常喜欢的，它是 MPH 的，相信这辆车是 Recon 车，那可能是 UK spec 的。哇，这个 Pedal Shift 车主应该也是换了吧？这个是 Magnetic 这样子的，好像在玩 game 这样。打开了车头灯，这灯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 facelift 的灯，非常有标志性的啊。可是就有通病啊，会黄掉。好了，那我们去试驾吧 ，Let's go。原装来呢，它 start 车一定是这样的。Engine 是 efficiency，suspension 是 sport， 跟 steering 都是 sport 的。如果你按 M1 了就 convert 到完哦。你自己 set 了你要怎样咯？如果你 M1 你要这样加，在里面 set 咯。好像 M2 我是全部开到完的，全部 sport 到完哦。然后 engine 它那个 head display 也不一样的，你也可以 set 你自己喜欢的。如果有时候你要那个 display 的话，你就按去 M2， 可是我 engine 不要 sport， 我就按了我就改了，它那个 display 是一样，它不会换的嘛。所以看你的个人喜欢哦。我们先 try comfort，我通常都是 comfort 的啦。它这个 suspension 哦 ，comfort 都蛮什么的嘞，都很硬一下的嘞。我上次借去 JB 啊，我去到 JB 腰不痛啊，腰骨会痛啊，一直这样，
这样哇，够累它是有一点跳，可是我觉得它椅子是相当的 OK 的，我不会很讲不舒服这样啊。我买来的时候啦，因为我也是没有驾过 BMW 的，完全没驾过 BMW 的，我就买 M 卡的，我就对 M 卡蛮有期待一下了，其实。然后呢，我就驾去云顶的 highway 跑一转试试看，怎么这样软的它的 suspension。因为我调到最硬的时候哦，在这边，我调到最硬的时候哦，它都是很软的哦。啊，是啊，原装的时候。哦，原装哦，所以我就都这样奇怪了，因为不像以前我们玩日本车那种，这什么哦，我一放进去就哇，硬硬这样很有信心这样哦，所以就我觉得它的 suspension 真的不能的。哎呦，这种头痛的问题来了。哎，所以我放。每一次我来这边都是很难进去。哇，因为这辆车太宽，然后又矮的话，你都是哇，我现在够力啊。你的可乐跑水冷是吧？我看到。我不懂。我看到一大块在那边。哦，这个我也不知道。然后这个 steering 也是你改的？啊，我改的，这个 steering 也是。哇，这个 magnetic 的 pedal shift。啊 ，magnetic shift 是刚上个礼拜才换的。我买了很久，也是买了放这没有换。然后想到，哎呀，今天要给你试驾，哎呀，上个礼拜我就自己拆了，自己拆。magnetic 我买了放这也是放这。这种车 7 speed DCT 哦，就是一起步的时候就是要踏一点油啊，它才会走咯。如果你在斜坡，你不踏油，它会得把累的。对对对。你进了地，它也会得把累。然后你会感觉到好像有人在帮你操控那个 clutch 箱子，我在放 clutch 箱，所以就是加 DCT 就是这样。可是就宝马现在都不爱用 DCT 哦，全部都是用它的 ZF 来取代哦，新的。ZF 好像也是蛮棒的，也是蛮厉害的。AT 比较耐用哈。1000D 都可以用。我看 Instagram 有人推到1000D。马来西亚也是有一辆那个名称的。不容易啊，其实蛮好驾的。我觉得这辆车是我喜欢它一点。很多人的 dream car 也是因为它又可以 daily drive， 又可以日常生活驾，然后它其实后面也是可以坐人啊。当然不经常载人也是更好啦。然后它这样舒服驾又可以。然后如果我要跟人家拍过，我要跟人家跑过，然后我就开一辆 Sport Mode 这样子去，不一样的感觉哦。换挡的那个速度是可以调的哦，有3个 step 的哦。那我不懂啊，现在我感觉到也是蛮快的了。如果放那个3个目下去，如果我今天盖掉这个仪表啦，它里面其实就普通一个3 Series、4 Series 的感觉，只是这边有加了一点皮革啊，这个就是跟我们普通的车不一样了。然后就是仪表。这种仪表是我最爱的，真的。我有看过人家叫普通 G Series 放那种 M3、M4 的仪表，也是蛮好看的嘞。G20 我就不喜欢了，Full Digital了。然后这个 F 的嘞Best， 我很喜欢这种3.0直列6缸的声音的，就是你会没有改 exhaust 的话啦，都会从它的引擎室里面慢慢传出来一种沉沉的一个 V6的声音，我蛮喜欢那种感觉。Comfort Mode 之下这样子叫，就好像等于在开这个普通车。那我再踩重一点的油，它还不会降档，因为现在是 Comfort Mode， 全部都是 Comfort Mode。哇，所以很方便哈，直接用这个 M2。所以 M2 就是 Manual Mode 了的哦。对 ，Manual， 它自己跳 Manual 了。我想要 try 一下，就是我现在换那个牙是最慢的啦哈，我现在降档看它的速度一下，其实也是蛮快的嘞。OK， 我再试一下换最快的啦。OK， 有不同啊，有不同啊，你感觉到那个换牙的会比较快一点。这辆车不知不觉我上了100多了啦，MPH， 每次你超速了没有啊？我跑60吧。没有。OK， 可是你这辆车是打97吗？100。哦。只是打100其实它可以打95的嘛。我的 mapping 可以的。它有第4个 mapping 的。所以4个 mapping， 有一个 mapping 是打95，然后有一个是就是97咯，然后有一个是98以上的，所以哪有一个是 stock level 咯，就是最后一个 mapping 是原装的。就是没有 mapping 这样东西了。我现在是放 map 3的，所以 map 3是 run 98以上，因为我长期打 run 100的，我的 range 剩下差不多100，这样我就去打了，就打满一缸就200了，其实还没有满完啊。所以你可以走到400多 km 啦。做不到了，做不到，300多了。这边骗你哦，490多。如果你走到完是400多啊，如果你还剩差不多100这样嘛，这100就去打油，其实对它的 range 是蛮对的。可是如果你调去 Sport Plus， 你一直踩它这个 range 直接会少的，它会根据你的习惯那个 range 一直减 adjust 的。
其实我觉得宝马的这个 range 是蛮精准的。哎，这里也蛮跳一下了。这空分讲话都不可以讲了。都很跳。其实我好奇这辆车的前面是 double wishbone 吗？不懂哦，因为我找了资料，台湾是讲 McPherson， 我就有一点不相信，因为宝马本来就前面很喜欢用 double wishbone， 后面有 multi-link 嘛。可是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在下面留言一下，我也是在找。其实这个东西是比较难找的资料来的。除非是有一个很好的网站，它会列入下来。然后这个转速表啊，它这个灯哦，有橙灯跟红灯嘛，它会不会早上 cold start 的时候，它会出那个都给你讲，哎，不可以要超过这边。到6000罢了，早上。说你不可以你 ref 不到了，它会先你早上 ref 不到了，好像 ref 到不懂3000、4000了，你就上不到了。可是驾这个车有什么头痛的问题吗？说话我买了这个车差不多2年了咯。到现在就2年了咯，只是 service 罢了咯。它属实没有什么东西坏啊。那你用的这个黑油啊，3 liter 的这个 engine 啊，你要用多少个 liter 黑油？6.5。6.5 OK 啦。方向盘的那个精准度跟我们普通的 F Series 不一样哎。但我摆一点点，它就很敏感，转向幅度更小。所以有一点驾不习惯哦。如果驾惯 F30啊那些人，隔音方面就跟普通的 F Series 差不多，只是它的胎噪比较大，20寸嘛。Compressor 关掉 ，M2， 哇，那个油门瞬间会冲出去的嘞，好像有 throttle controller 的感觉啊。我们听一下它的降档声，微微的听到。我还觉得新的 Supra 会原装会。也是 BMW 来的吧，会更大声一点的。其实我蛮享受这种声音的，哇，有一点快歌上了，快歌上来了。我来做一个领带摆测试啊，踩完。哇，我已经最近都没有感觉到这样有冲力了，真的。不要讲 Tesla 是那种瞬间有力来会吓到你那种，这种是当2号牙的时候，你感觉那个 boost 一来啊，1号牙没有高 boost 了，它只是给你出去咯，一换2号那个冲力一来真的是爽。哇，你看我轻轻点一下油了，哇 ，OK 啦，够了啦，这样子。你讲它多快，它真的是西北快了啊！你不用去展示给人家看它可以多快哦。你去到YouTube 一大堆那些鬼佬啊，他们有去那个 Nürburgring 啊 ，Nürburgring 好像做7分钟50多秒是吗？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现在感觉到那个车比较疯了一点哦，在卡拉比较好应付一点。我再换回 comfort 一下啊 ，steering 变轻了，车身变软了 ，OK。可是它的 comfort 也不会讲像我们普通车啊那种这样软啊，也是算硬了的。我还是比较 prefer 这种比较有路感的车，至少我不会驾到晕车的呢。我蛮喜欢这种感觉。可是如果是跟朋友一大堆 M 出去的话呢，你就不可能放 comfort 了的嘛，在高速都是斗飞来飞去了的啊。所以我想 M4 其实是一个很多男人梦想的车，是因为我今天要comfort都可以慢慢驾，我放到 Sport 的话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然后轻轻踩而已，因为它底气本来就是一个3.0啊，轻轻踩。多少了？哇，160了。哇，它的这个力真的是不用高转，不用踩多。You see that？这个就是大 CC 的好处了。驾了 M4 之后啊，你下一辆车会想要换什么车了？911咯。911。可能是911，我是很喜欢 Spider 啦。而且 Spider Manual 4.0，然后我出去车 club 有看到人家 GT4， 哇，很爽。其实我蛮喜欢911的 ，GT3，不用 RS 都可以啦。试一下 Pedal Shift。换挡真的是速度快了很多。哇，真的是随随便便的这种车。还好它有那个 Head Up Display， 我看到很清楚我在几号档，而我是在时速多少它都会显示 ，RPM 也会显示，我觉得很棒这个。最怕就是这种摩托车，其实它不应该吃出来的。Hello， 这是你的路吗 ？Damn， 这种摩托车会
想要在最外面这条链的。哇，它换挡会有那种好像拳头在拳着你的那种感觉，很快耶。像普通的 Golf GTI 啊 R 啊也没有这种感觉，这种是非常极致的一个 M DCT， 很爽。在这种车在 Sport Car 里面它是蛮舒适感的。像你通常那个 lift 这样低啊，你上云顶那些不会敲到呀？或者这个 lift 没有上过云顶。哦，damn， 没有上过。啊，这辆车上过1次还是2次最顶了。哦，啊，没有上过很多次。哇，这样也是2次吧。这样非常有荣幸啊！半山就时常有。啊，半山时常有，顶就比较少。啊，会把车子愿意交到我手上去试驾的话，是非常信得过我了，真的是要讲信用了，这个叫跟一个叫什么？要对那个人有信心才可以把车交给他，不容易。OK， 哇啊，这个 pedal shift 蛮爽一下，按一下，有点打 game 的感觉，不错，也蛮有乐趣。OK 啦，那我们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哈，非常感谢 Alex 啊，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哈。如果你要试火，你才OK， 打第一，不要啊，然后就直接试火。哦，它会进来了的。对，直接试火就批了。哦，它是这样子打批的。我买车试车的时候也是不懂啊，哦，怎么这样的有批了？就是哦。啊，那个 salesman 就教我你要这样子哦 ，OK。我的椅子会退后，哇！M4 冲上云霄，下个影片见。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了，拜拜。